到长白山门口了，从这里检票进去啊。我也租了个大衣，看这个人还挺多的，很多人都租了大衣了，穿的厚衣服，不知道上面真的冷不冷。现在上去看一下。今天是9月17号，今天天气挺好的，这大太阳，希望运气好能看到天池。看一下门票价格吧，这个门票是105，然后你需要买一个进去的大巴车票85，然后如果你登天池登顶的话，再买一个80的车票。这2个车票不一样啊，就是你都要买的。检票进来要坐这个大巴车了。哇，排队的人好多呀！赶紧去排队！哇塞，这得排多久啊？前面就是瀑布啊，今天天气挺好的呀，这阳光明媚。现在坐车到了天池瀑布的下面了，这里是个大平台。在下面的时候天气还挺好的，还有太阳，特别热啊，一点都不冷。结果到了这个地方时候，哇，真的是非常冷啊！看我租的这个棉大衣，这里风也特别大。总之就是这个山上很冷啊。现在是9月17号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天池啊，就是那个方向，从那里流下来一个瀑布。那个瀑布就是3江源头，就是图们江、鸭绿江，还有松花江的源头啊，都是那里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四周围的山啊，这个山上是没有树的，你们发现了吗？光秃秃的。再看这边，全部都没有树。然后这个山上啊，经常发生落石、泥石流、滑坡之类的，所以现在是不能从这里过去，因为很危险。然后只在这个下面的地方有很多的树木，现在树都变成黄色了。那个天池从那里流下来了啊，这个水。我们往前面看看，那有那个温泉。走。有个不好的消息啊，现在天池关闭了，上不去。据说是上面风特别大，然后气候恶劣。但是现在还有太阳呢，这里。因为它这个山顶和山腰它天气不一样的，你看现在太阳都出来了，那个天池还关闭的呢，上不去，也是看缘分吧。我再等一会儿啊，等到下午说不定就开放了。现在到了半山腰了，瀑布被树林挡住了，可以看到山顶还是云雾缭绕的，还没有开放呢。这是瀑布上面流下来的水。在这个地方有个神奇的情况啊，这边的水都是凉的，看这边，这就有温泉，这边的水就是热的，82度，就离得这么近啊，一边凉水一边热水，是不是很神奇？然后看那个喷出来那个热气啊，那个小房子里有卖温泉水煮的鸡蛋，10块钱3个，一会儿我去尝一下。游客非常多啊，今天是礼拜4。好，现在往那个山上走啊，现在走到瀑布的最下面了，这里就是终点，在这里看得最清楚啊，太壮观了，有没有？这个瀑布啊，落差是68米，这是世界吉尼斯纪录。看现在这个山顶上还是云雾缭绕。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这一排房子啊，就建在这个悬崖边上。据说这是韩国人出钱修的啊。从这里有上去的路，看这个路现在封闭了，就是怕危险嘛，因为这山上的落石很多。你看这些沙子，随时有可能落下一块大石头来啊。哇，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。拉近一点看一下那个房子，3倍的变焦。这个房子是没有窗户的，只是每隔一段打一个洞，透光用的。看这个瀑布啊，有2个，看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哇塞，看现在的瀑布大，看这个
旗子。这上面非常冷啊，风大又冷。看看这个天池流下来的水啊，特别清澈。到长白山门口了，从这里检票进去啊。我也租了个大衣。现在坐车到了天池瀑布的下面了，这里是个大平台。看一下这个平台有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是一个服务中心、游客中心，在这里可以租大衣。这边呢是很多卖吃的的，手抓饼啊、烤肠啊，还是打糕。手抓饼是10块钱啊，烤肠是5块钱。这边是卖温泉水煮鸡蛋的，10块钱3个，也有煮玉米5块钱1个。那边有温泉水可以洗手啊、洗脸什么的啊。这边是温泉，这边是冷水。带大家看一个长白山神奇的现象，就是这个天池里流出来的水啊，这条河流冰冷彻骨啊，非常的冷。但是离它不远，这条河就是80多度啊，就是一冷一热，就离得这么近啊。看看2条河最后就流到一块去了，流到下游。神不神奇？看看这个热水是从哪流过来的啊？就是旁边的这个温泉，只有火山口才有温泉啊。看那个热气，这里还有几个温泉池啊，这个都是70多度，最高82度的温泉水，可以煮熟鸡蛋的。看这个池边还有硫磺啊，这里可以闻到很重的硫磺味儿。是不是很神奇？一边热水，一边凉水，离得就是这么近。还有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温泉的水是从哪来的吗？它是从地底下涌出来的啊。这个地底下非常的热，不断的涌出来，一点都不停。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温泉，还往出爆热气呢。这里有一股硫磺味啊，看那个石头周围都是黄色的。哇，看这个热气从那边风一吹都过来了，非常浓的硫磺味儿，跟腾冲那个很像啊，但是没有腾冲那个壮观。这是天然的温泉水啊，富含各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。真想在这里泡个澡啊！83度的温泉水流到这里，可以洗洗手。这边还有卖煮鸡蛋的啊。温泉水鸡蛋，鸡蛋10块3个，玉米，哦，它是这样煮的，直接把玉米丢进去啊，然后直接把鸡蛋丢进去啊，还有鸭蛋，什么各种饮料啊，买一个尝一下啊，看一下温泉水煮鸡蛋啊，买了3个，它是82度的水煮的，其实不是很熟啊，这个都是。这个黄已经熟了，可以吃。哎，是有硫磺味在里面的。其实我在腾冲吃过这个火山煮鸡蛋，它那个腾冲是用蒸汽蒸的，它这边是用温泉水煮的。这个水里面富含各种什么维生素啊 ，A B C D E F G 啊，对人体很好的。哎，这个大哥买的是鸭蛋啊，咸鸭蛋。鸭蛋好吃吗？好吃。看看里面。哦，这里面怎么是这样啊？全是油，出油了嘛？都出油了。啊，挺好吃。这么冷的天气，吃个热鸡蛋还是不错的啊。一会儿再吃个玉米。看这个，哈哈，其实没有完全煮熟。哇塞，这个大哥是条汉子啊，穿着短裤短袖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冷不冷啊，大哥？热，太厉害了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吉林的长白山，爬长白山有3条线路，分别是北坡、西坡和南坡。东坡是属于朝鲜的。我现在在北坡，从这3个坡都能爬到山顶去看天池。北坡呢还可以看到瀑布，小天池，绿渊潭，还有这个地下森林。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些景点啊。现在到了小天池了，
小天池也是一个火山口，喷发完了以后形成的这个水啊。小天池还有一个长白山的未解之谜，就是它这个天池只有那里有入水口，但是没有出水口啊。然后它这个水位常年保持不变，就从那里流进来，也不知道从哪流出去的啊。反正这个水天天往进流，没有地方流出去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小天池跟大天池正好相反，大天池是没有入水口，只有出水口。这是一个未解之谜啊，谁能解开这个谜啊？现在到了另一个景点绿渊潭，这里有瀑布流下来啊，流到下面碧绿的湖水里面。这里面还养着鱼啊，黄色的鱼，这是一种冷水鱼啊。这个水特别冷的，一般的鱼在这里面活不了。挺漂亮的这个地方，看看绿渊潭附近的空气质量啊。负离子2万个，温度10度啊！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，9月17号，大中午的温度这么低。现在到了谷底森林这个景点了，就是沿着这个木栈道在森林里走啊。这个木栈道全长3公里，这个周围呢都是上百年历史的树木，空气非常好，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。在这个森林里这么好的环境，走路也不感觉累啊。这森林里面还有一条泉水，这个水是从天池流下来的。森林里特别漂亮，这个五彩斑斓的这颜色啊，叶子都黄了，层次很丰富啊。天池的瀑布流到这里以后，就进入峡谷了，很窄的那个峡谷啊。看这些树都长在石头上，这个就是松花江啊，松花江的源头。一步跨过松花江，松花江就从刚才峡谷那里流过来啊，流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最窄的地方，然后这里修了个桥，就是一步跨过去。看看最窄的地方啊，只有这么窄。这个跟长江那个虎跳峡挺类似的啊，就是说最窄的地方。老虎可以跳过去，这边更窄，这人都可以走过去啊。但是这个峡谷挺深的，这手机要掉下去肯定拿不回来。看一下这边，从这里就流到谷底森林去了。去谷底森林看一下，松花江的水从那个峡谷流过来，就流到这个下面去了。这个才是真正的谷底森林啊！这里是悬崖，谷底森林非常大，像那个火山口一样塌陷下去的，四周围都比它高。但是人下不去了，只能走到这里了。看一下吧，这里就是木栈道的终点了。然后从这里翻回去啊，从这里是能看到下面的那个松花江水的，特别清澈啊，流到哈尔滨就变成黄色的了。现在下午2点47了，天池还没有开放呢，还关闭了呢。今天就看不到天池了，比较遗憾啊。我今天是在北峰爬山的，明天我再来一次，明天去西峰，再去碰碰运气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镇，叫做2道白河镇。昨天17号的时候，我从北峰去爬长白山，因为山顶的风特别大，所以它天池关闭了。昨天就没有看到天池。然后今天18号一大早呢，我又坐车去西坡，打算从西坡走上去看天池啊。但是因为今天呢，山顶上下雪了，朋友们居然说下雪了，现在是9月18号，然后那个西坡的景区直接就关闭了，进都没有进去。等于我在长白山待了2天啊，然后都没有看到天池，哎呀，太遗憾了。我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啊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以后再来看吧。这个能看到天池，确实是要看缘分的啊。据说是，就算你登到那个山顶上，也不一定能看到，因为还有各种雾啊都挡住了。好，以后再看吧。2道白河火车站，马上要坐火车去沈阳了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白河镇吧？它是长白山下面的一个小镇，
看这个镇上非常漂亮啊，但就是天气太冷了。现在下午3点钟，温度只有15度，而且这个长白山顶上已经下雪了。它这个是这边独有的美人松，看这个特别高，特别挺拔，像不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？所以叫美人松啊，是长白山地区独有的，它只生长在这个空气啊环境好的地方。这个小镇非常漂亮，去市区转一转吧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吉林的长白山，这里是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。我来这里爬长白山2天啊，现在也是有一点心得体会的。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长白山的攻略，这个路线选择，还有这个花费啊，门票、车票这些一共要花费多少钱？好吧，这是我画的一个长白山的简单示意图。我们来长白山旅游，主要就是要爬到山顶看一下天池，这是最重要的嘛。传统的路线呢有3条，一个是北峰路线，一个是西峰，还有个南峰。东峰是属于朝鲜那边的，咱们去不了。南峰呢有时候开，有时候不开，所以不清楚。然后爬的人呢也很少，然后我也没有去，我就不讲南峰了，主要讲一下北峰和西峰。这个北峰呢是传统的经典路线，去的人也是最多的，而且它这个商业化呀、配套呀、这个景点呀都是最好的、最完善的。所以我们如果你要体验一下最经典的路线，那你就选北峰。然后西峰呢也挺多人去的，但是没有北峰去的人多。西峰这里有个万达广场啊，可以住在万达那个地方。然后说一下路线，我们要去的话呢，其实都可以先来到这个二道白河镇。这个二道白河镇是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镇，这个小镇上就是配套很全，有住宿、餐饮，各种娱乐设施都有。然后从这个小镇去长白山这些北峰、西峰交通都比较方便，然后这些拼车呀，各方面的大巴都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呢都选择来这个二道白河镇。然后北峰的景点呢要稍微多一点，除了天池呢，你还可以看小天池，还可以看绿渊潭，还有一个地下森林。对了，这里还有一个瀑布呢，瀑布也是很壮观的然后西峰的景点稍微少一点，它有一个峡谷，然后有1000多级台阶。西峰呢是你自己步行上山到这个天池边上的，北峰呢就是全程坐车，直接汽车把你拉到这个天池边上。就是如果你是年纪大的人，那你就是选北峰啊，一路都是坐车。如果你体力好呢，那你就选西峰。然后西峰最后有1000多级台阶需要自己爬，之前也是坐车呢这一段。然后说一下费用吧，费用是这样的，我写在这里啊。它这个门票呢是105块，这个门票现在是3天之内。然后就是车票，它车票分2种就是第一种呢是从大门、地下森林、绿渊潭、小天池、瀑布，
这几个景点巡回的有一个大巴车，然后这个车票是80块钱。然后如果你要上这个天池顶上去，你需要换一个越野车，那个越野车的车票是85。越野车，如果你像我那天就天气不好，天池关闭了，我就没有上的天池，那我就没有买这个越野车的票。然后呢，你还需要租个大衣是吧？这个大衣非常有必要。像我那天在山脚下，天气都不凉的，我都穿的短袖。但是你一到了这个瀑布这里啊，特别冷，那个风刮得很大。租大衣是50块钱，然后还有个钱呢，就是你从二道白河镇到这个大门口的这个路费。如果这个车你打车去的话是60，如果你和别人拼车的话，这个是50块钱，就是这50是包来回的。如果你打车的60块钱是只有去，那你回的话还要坐一段回的钱，所以还是拼车划算。就是你住的那些酒店宾馆，他们都有这个服务，所以到时候你在酒店拼车就可以了。大家加一下这多少钱了？这已经是370块钱了，是吧？这还不包括我们吃和住的钱，这只是门票和车票。你上了山呢，你还要吃中午饭，对不对？你不能饿着肚子爬山啊。所以这上面呢也没有饭馆，你只能是吃一点什么温泉水煮鸡蛋啊，什么玉米啊，然后什么手抓饼之类的这些烤肠，用这些垫一下肚子。那怎么的也得300多块，也得30来块钱吧。然后呢，它其实还有2个景点，一个是峡谷和那个什么有个冰泉，然后那个冰泉里的水呢可以泡茶喝。说是很多领导人去的那边都是喝这个冰泉的水啊，然后这个呢是90块钱，然后这个景点呢，那个拼车的司机啊，他会极力推荐你去这里，他可能有点提成吧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他就很卖力的推荐这个景点。那你在370加上这个就460了，然后你在路上吃点买点水什么的，那肯定得超过400块钱了，对吧？这是北峰的花费情况，然后我们说一下西峰的花费情况啊。因为这个门票管3天嘛，我们就不用再买门票了。它这个车票呢，也是分2段。它这个西峰呢，先是从游客中心到山门，这是24块钱。从山门到这个爬台阶的这个地方是85块钱。它是分2段啊，这就是你必买的，你不买的话，你走的可走不过去，好几十公里呢。然后你需要租个大衣吧，也需要租大衣，50块钱。然后呢，你从二道白河镇去这个游客中心，这段车费，因为这段车比这节路呢要长一点，这节路拼车只要50，这节路呢就要80呢，因为它距离稍微远一点。这是拼车。然后呢，你加一下多少钱？这还是不包括吃饭啊。吃饭另算，把这些费用都加一下，一共是239。这是西峰的钱，加上这个北峰的钱啊，北峰这个加起来就是460多，460多加240，700块钱。那你在山顶上再吃2顿饭，差不多100块钱，就800块钱，差不多就这个钱啊，800块钱。但是你在二道白河你要住2天呢，你这个住宿的钱呢？1天不得住200块钱吗？你2天住400块钱，然后你还要吃早饭、吃晚饭呢。这里面只是吃午饭，你回了镇上以后，你要吃早饭和晚饭，所以说妥妥的1000块钱以上啊。像我去了2天，连天池都没有上去。第1天是因为风特别大关闭了，第2天是因为下雪了关闭了。哎呀，也好，给我省了160块钱的车费啊。大家觉得这个花费怎么样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从长白山坐车来到辽宁抚顺了。为什么要来抚顺呢？因为这边有一个奇葩建筑啊，比较有名，就是这个，这里叫做生命之环，就是一个大圆圈啊，什么用都没有，就是观赏用的。为什么要建这个东西呢？据说可以提升这个城市形象啊，就是打造一个地标，提升知名度。
现在我到了圆环的湖对面了，本来想在这边拍个倒影啊，结果现在这个水面上波光粼粼的，看不到倒影。如果是倒影就非常漂亮了。还是看一下这个圆环吧。这个圆环高呢是153米，相当于50多层楼。它这个宽啊分内径和外径，这个外径是170米，内圈是150米。这个圆环一建成就有很多争议，因为它花了1.12个亿啊，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，只是作为观赏来用啊。所以很多人就说是不是浪费钱呢？但是也有人说，确实提升了这个城市形象啊，就是一个地标，吸引了很多人过来。最起码我是被它吸引过来的啊。然后它这个外面本来是有设计的一圈那个摩天轮啊，这个上面还有蹦极啊，但是那些项目都没有开展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看它这个周围啊，这个环境还是挺漂亮的。它这个位置啊，其实也是精心选择的，它就选在抚顺和沈阳交界的地方。我们看这几个大楼啊，这个楼后面就属于沈阳的地界了。它因为这边正在打造什么省府新城，就省府一体化，它还是向省会沈阳靠拢呢，想沾一下这个经济发展的光嘛。不过这个周围的环境确实挺漂亮啊。然后这边呢也有很多高档的写字楼，那边是抚顺银行的总部，然后这边还有什么万科啊什么的高端的公寓。花了1个多亿建这个圆环，你们觉得这个钱花的值不值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啊。现在我走到它跟前了，看这个侧面啊，侧面是有这个像齿轮一样的东西。它这个外面本来是想挂一圈那个摩天轮一样的那个东西啊，然后当个游乐场这样用，后来可能出于安全啊，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没有挂，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。而且这个上面有1.2万个 LED 灯，晚上的时候打开非常漂亮。现在要到那个上面看一下。抬起头望一望，天宇的亮茫茫，心中会有一种思念，叫做家乡。浑身带着伤，风雨里我独自闯，只怪岁月流转，年少太轻狂。我举起了手中的酒啊，今生就做朋友。就算天高地厚，咱也要一起走。时间像流水，就像黄河水在流，多少时光就一去不再回头。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黑暗的地方全部都照亮。坦荡时光像男儿的胸膛，有无穷的力量，如此的坚强。大家好，视频开始之前啊，跟大家说个事，我参加了西瓜 Play 这个官方举办的活动，这个活动是官方1年1度的大会啊，我需要给自己拉个票，然后如果得票靠前的话呢，就有机会去海南，官方呢包我的来回机票，还有这个5星级酒店啊，还有各种吃喝玩乐，反正就尽情的 happy 啊。然后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啊，大家怎么支持我呢？就是在这个视频下面帮我点赞、留言加发弹幕，这3个步骤就可以啊。这个今日头条 APP 是发不了弹幕的，大家需要去西瓜视频的 APP 下面发弹幕。大家先打开西瓜视频 APP， 然后找到我这个视频，帮我点赞、留言、发弹幕。留言的话，大家可以发
大海你好帅啊！大海666啊，支持你啊，大海，随便大家写啊。下个月我能不能去海南，就看大家了。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辽宁的抚顺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坑儿，巨大的坑儿，就是身后这个。这是抚顺的露天煤矿啊，这煤矿开采完了，剩下一个巨大的坑儿，这是亚洲第一坑啊。从这边到对面6.6公里，这么长。这个宽啊，最宽的地方2.2公里。这个深度啊，420米，而且它这个位于海平面以下的部分就是340米。我之前去过鹤岗的那个矿坑，也是非常大一个坑。但是还没有这个壮观。鹤岗和这个抚顺都一样的，都是煤炭开采完了，这个矿坑也关闭了，去年的6月份就关了，现在作为观赏用啊。看这个矿坑的四周围还铺的铁路啊，而且都是一层一层的，每一个台阶都铺的一层铁路，挖好的煤直接装到火车上就运走了。离这个矿坑不远，那个地方就是抚顺的市区，离得好近啊。当地人说，这个市区下面也都是煤炭啊，但是现在没有开采呢。我们看一下这四周围的环境，其实还挺好的。但是这个矿坑的上面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不知道飘的什么雾蒙蒙的东西，就让你看不清楚。这说明这个上面啊很污染的。这个矿从1901年就开始挖了，然后1914年改为露天开采，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了。这个历史，以前这都是大平地啊，都是和这儿一样，和我站的这里一样平。这挖了100年，挖成这么大个坑，太厉害了。矿坑的外面有个宣传栏，看一下这个矿坑以后的远景规划。19年的6月份已经退煤闭坑了，现在要把它建设成一个世界生态欢乐谷。看这个规划照片还挺漂亮的啊，有水，有森林，还有这种建筑。你看这个森林覆盖是不是挺漂亮的？